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早晨1分钟30个习惯》这本书。本书介绍了减少因忧虑而浪费的时间，并增加幸福的时光。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不需要早起，1分钟改变您的人生的神奇习惯；第二，每天都能变得更加幸福。1分钟早晨魔法行为的3种方式。首先是第一部分，不需要早起，1分钟改变您的人生的神奇习惯。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是提倡大家一定要早起，不论您是早上4点起床还是9点起床，重要的不是您几点起，而是您起床后做什么。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关键不在于起床时间，而在于早上您该做些什么。当然，如果早起对您有帮助，能改善身体状况或提升表现，当然可以尝试早起。但对于那些不擅长早起的人，或者早起并未带来显著变化的人，重点应放在起床后的行为上，而不是早起时间本身。那么早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本书推荐的第一个习惯就是起床后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希望过怎样的一天？通过这种简单的提问，您可以整理清晨时脑海中纷杂的情绪和任务，帮助您更清晰地安排一天的计划。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1分钟习惯，而且它的力量可以颠覆常识，带来巨大的改变。作者自己曾经是个早晨起床非常困难的人，直到有一天，他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早晨是一天中最能发挥高效能的时间段。文章提到，早晨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集中力。对职场人士而言，早晨是决定生产力和成果的关键时间。看到这篇文章后，作者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浪费这一黄金时段，于是开始每天早晨提问自己今天必须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通过把这些任务写下来，他逐渐改变了早晨的习惯，开始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的一天，并发现自己的专注力和工作效率都有了显著提高。这个习惯改变了他的生活。他通过每天提问自己，能够为自己设定一个完美的一天的开端，迅速提升生活和工作的效率。希望你也能试试这个简单的1分钟早晨习惯，改变您的一天。早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利用这段时间来与自己对话。仅仅花费1分钟，向自己提问并与自己对话，是打造美好一天和实现理想人生的第一步。很多听到这个的人，可能每天都按同样的时间起床，吃相似的食物，做相同的工作，过着类似的日子。对于这些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没有期待，觉得一切都如常地进行着。但也有很多人，或许隐隐地感到不安，想着继续重复这样的生活就好吗？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利用早晨的时间，创造改变人生的契机。首先，试着在明天早上问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如果您这样问自己，可能会感觉到我今天有些疲惫，应该放松一下，还是说我今天心情很好，想挑战一些新事物？这样您的心情会自然地回应您。然后，基于这种回应，您可以决定今天的目标。这正是顺应自己内心、建立自己生活准则的基础。很多人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做一些新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早晨的使用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早晨是一天中最能展现出高效表现的时段。掌握了早晨，就等于掌握了人生。然而，尽管很多人都想改变早晨的使用方式，但往往会发现自己难以改变。这时，向自己提问的习惯就变得非常关键。通过在早晨向自己提问，可以帮助您掌控一天的节奏。向自己提问的习惯对健康也非常有益，这是因为早晨进行自我提问等例行公事，可以帮助调整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早晨正是一个容易使自主神经失调的时段。如果早晨出现了意外，比如原本计划8点出门，结果醒来已经快8点，或者早晨没有咖啡喝，都会导致我们的神经系统失调。
因此，在早晨做一些固定的日常习惯，能够有效预防这些意外发生，保持自律，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这样一来，向自己提问的习惯不仅仅是对日常生活的改变，也能帮助您保持情绪稳定和身体健康。那么，向自己提问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大家可以从“问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开始。虽然我们大多数人觉得起床后自己心情如何一目了然，但实际上我们内心有很多复杂的情感，有时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了解。因此，通过提问，您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根据自己的回答，决定今天要做的事情及其优先级。例如，如果您发现自己很疲倦，可以决定今天不要太过劳累，尽量提前完成工作并早些休息。如果您没有意识到疲劳，可能还是会继续强迫自己工作，结果不仅无法高效完成任务，还可能会让自己更加疲惫，影响身体健康。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在一开始就正确调整自己的状态。如果您早晨感到焦虑，问问自己为什么感到焦虑。通过继续提问，你会发现焦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昨天没完成某些任务，或者昨天被某人说了让您不开心的话。明确了原因后，再继续提问，问自己如何应对这种情绪，帮助自己找到解决方法。这样新的思维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困扰也会消失。找到您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并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您不主动问自己问题，而只是感到烦躁，那么这种情绪会一直困扰您。然而，通过问自己为什么会感到烦躁，进一步询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解决办法是什么，您就能逐渐解决这种烦躁情绪。当您向自己提问时，大脑会努力寻找答案。因此，提问是了解自己感受并找到解决方案的良好出发点。接下来，我想再介绍一些其他推荐的问题。一个是，如果今天是最完美的一天，那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您想象一天结束时的自己。比如说，如果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今天没有拖延地完成所有繁琐的工作，心情轻松愉快，那么大脑就会自动向您发出指令，促使您采取行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大脑的这种搜索功能会在您提问后自动启动。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功能，提问可以帮助您明确一天的目标，这样您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也不会被无关紧要的事物分心。您的工作效率和做事的产出自然也会提高。通过提问，您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模糊的想法，并能将这些想法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最终，您的生产力会提高，时间管理也会变得更有效，创造出属于您的奇迹。当说到提高生产力时，虽然它有多种定义，但没有生产力的状态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您会一直在做不必要的事，从而优先做最重要的事情，避免无效的任务。这样您就能轻松摆脱无意义的活动，提高生产力，避免低效的工作状态。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根本不知道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对于这些人，我想送上一句话：明天能做的事情就留到明天做。您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想要明确最重要的任务，关键是要意识到明天可以做的事情，今天就不必急着做。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个值得提问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更接近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今天能做什么？这一问题不言而喻，但我们的人生只能通过每天的积累来实现。因此，日常生活中意识到每一天都与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对于理想的生活方式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如果不朝着目标前进，就永远无法实现它。所以，我们需要定期意识到自己在朝着哪个方向走。为了不忘记这一点，早晨的时候，希望您能问自己：为了更接近我想实现的目标，今天能做什么？例如，保持健康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运动对健康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常常会被必须处理的紧急事务所吸引，忽略了那些虽然不紧急却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运动。今天如果没有运动，也许不会立刻出现什么问题，身体也不会突然变差。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往往把那些不紧急但重要的事情推迟了。或者不只是运动，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眼前紧急的事物，而是那些没有紧急性但却重要的事情。早上醒来时，我们通常没有时间去考虑人生的目标和梦想，反而忙于处理当天紧急的事物。然而，是否为大的梦想迈出小步，可能在1年或10年后带来巨大的差距。因此，每天早上，我们要通过这个问题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您现在还不清楚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或梦想，也没关系，您可以从工作和人生2个角度来思考自己一生中想要达成的目标。即使在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如果私人生活不幸福，那也不一定是成功。许多世界级的成功人士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私人生活却很孤独。因此，工作和人生应该被视为2件事，各自拥有不同的目标。设定工作和人生的目标时，尽量具体一点，区分开来。比如，您的工作目标可能是财富自由，而人生目标可能是以后能周游世界等等。通过设定这些具体的目标，并每天问自己这个问题，定期回顾它们，您将能为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投入时间。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了更接近自己的目标，今天能做什么这个问题的意义。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个早晨可以问自己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会做什么？这是一个终极问题。每个人都习惯于认为自己的人生会像永远一样继续下去。我们认为明天自己会继续健康地活着，家人和亲朋也会继续生活。然而，世上有许多人因突发事故或灾难突然失去了生命，您可能明天早上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会深刻感受到，眼前的每一刻都应是珍贵且值得珍惜的时光。作者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意识到不再能见到某些人的现实。当想到这些人时，他更加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总是无预警的到来。因此，我们必须每一天都不留遗憾地活着。为了不忘记这一点，我们需要每天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会做什么？当人们意识到生命的终结时，他们会重新感受到许多曾被忽视的情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唤起对周围人和事物的感恩之情。对于身处困境的人来说，思考今天如果是最后一天，可能会让他们感到稍微轻松一些。如果您因此而决定今天多努力一些，那么您就已经在从困境中逐步前进。我们通常以为自己会永远活下去，所以总是觉得时间充裕，常常浪费时间，过得不够充实。而实际上，人生是极其有限的，明天就可能死去，今天也可能是最后一天。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时间的使用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接下来是第2部分，每天都能变得更加幸福，1分钟早晨魔法行为的3种方式。大家或许已经有所察觉，早晨的充实能大大提高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关键在于早晨起来后做什么，这将极大地影响一天的动力和生产力，并且显著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现在早起的习惯已经非常流行，因为很多人已经亲身体验到，通过充实的早晨时光，整天的幸福感也随之提升。事实上，早晨的充实已经通过研究被证明能提升幸福感。研究显示，早起的人比其他类型的人更容易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何度过早晨对于过上富足人生是一个重要的钥匙。许多人希望变得幸福，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办法就在于充实的早晨。我会挑选出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3项，给大家介绍。这3项分别是：1. 从让自己感到幸福的行动开始一天的早晨； 2. 在床上进行身体扫描； 3. 做肯定性自我暗示。通过这些简单的行动，我们可以轻松地感受到幸福。当然不必每一项都实施，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做哪些。接下来，让我们逐项详细解析。首先是第一个，从让自己感到幸福的行动开始一天的早晨。为了让自己感到幸福，关键是要充实自己的早晨。为了实现这一点，早晨采取那些让自己感到幸福的行动非常有效。如果您还不清楚早晨做什么能让自己感到幸福，不妨重新问问自己：早晨做什么我会感到幸福？比如，或许您会觉得一边喝着美味的咖啡，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让您很幸福；或者早起做拉伸运动会让您感到幸福；又或者和宠物玩耍，听喜欢的音乐让您感到幸福。这些都是您个人独特的答案。一旦您找到了自己感到幸福的早晨活动，就把它融入到您的早晨习惯中，这将是提高一天充实度的起点。如果您能从早晨做自己感到幸福的事开始，那么您就能轻松提高生活的幸福度和充实感。早上被闹钟吵醒后匆忙出门的人和早晨做自己感到幸福的事的人，他们的人生幸福度和生活充实度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我将解读第二个每天都能让你变得极其幸福的早晨1分钟行动。在床上进行身体扫描。作者表示，在睁开眼睛后，还处于躺着的状态时，他会经常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全身进行 CT 扫描般的，从脚到头，慢慢地将意识扩展到全身，倾听身体的声音。作者将这种通过自己的意识去倾听身体的声音的做法称为身体扫描。大家如果亲自试试看，就会明白，如果您将意识集中到身体的每个部位，您就会发现肩膀有些紧绷，或者腰部感觉有些僵硬，能感知到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能够听到身体的声音，比如肩膀或腰部的紧张，就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比如预约按摩，及时处理，防止问题恶化。然而，很多人在早晨醒来后，并不会立即注意到身体的感受，而是匆忙开始一天的生活。即使感到一些轻微的不适，也会想着过一会儿就好了，继续照常生活。事实上，身体的小变化如果能早期处理，会更加有效。如果到了中午或晚上才处理，症状可能会加重。因此，早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形成习惯后，您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到应对措施。如果您经常感到肩膀僵硬，或许每周去做一次按摩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又或者，为了避免腰痛，您可能会主动去了解哪些坐姿有助于保护腰部。能够做到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关爱自己身体的体现。您只有自己才能察觉身体的变化，因此不论何时都要将意识放在自己的身体上。现在市面上有许多健康方法，他们声称能改善健康状况，确实有很多值得尝试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进行这些方法时，要结合自己身体的反馈。我的频道也会分享一些有证据支持的健康方法，但实际上没有哪种健康方法对所有人都有效。执行任何健康方法后，重要的是要认真听取身体的反馈。如果你养成每天早上在床上进行身体扫描的习惯，很快就能发现自己身体的任何不适，也能更清楚地判断自己所执行的健康方法是否适合自己。实际操作时，你会发现身体扫描就像是一种冥想的效果，专注于身体的每个部位，倾听身体的声音，这本质上是冥想的过程。因此，冥想带来的好处也会随之而来。接下来，我想讲解第三个每天都能让您变得幸福的行动：早晨花1分钟做自我肯定。可能有些人是第一次听到自我肯定这个词。自我肯定是用积极的语言引导自己走向幸福的一种方法。通过影响潜意识，我们能够将生活引导向自己希望的方向。有人可能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事实上，许多世界级的成功者都在广泛地使用自我肯定这种方法。他们将理想的自己写成句子，并通过视觉和听觉来强化它，从而将它深植到潜意识中。这就是自我肯定的过程。通过使用积极的词语对自己进行宣告，
吸引理想的自己。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和信念，都是无意识中被外界的各种影响所编程的，例如来自他人的评价、外界强加的价值观、社会常识、父母的教育等，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大脑。而这些植入的思想，并不一定对我们有利。比如一些从小被父母告知您做什么都做不好的孩子，他们可能会陷入我做不到的思维困境，难以发挥自己的潜能。如果潜意识里植入了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它会压制您的潜能。因此，我们需要主动用积极的语言和理想的自我形象来重新编程自己的潜意识。自我肯定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反复的宣读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或想要达成的目标。通过不断重复，你会无意识地相信这些话，并开始按照这些话去行动，最终将其转化为现实。此外，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把它写下来，并放在常看的地方来强化。您可能会看到一些成功人士将我一定会成功的话贴在墙上，这就是一种类似的做法。鼓励大家也试试这种方法。很多成功者都在使用自我肯定。同样，早晨读感恩词的习惯也非常强大。和语言一样，感恩也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量来源。感恩能够改变你所看到的世界，提升您的能量。科学研究也证明了感恩的积极效果。所以，早晨大声读感恩的句子是非常有效的。比如，作者每天早晨会读这样的话：今天我充满能量，发挥了我的创造力，所有的经历我都心怀感激，并将这些感激传达出去。现在感谢正在读这些话的我，感谢所有的一切。你也可以尝试写下感恩的话，每天早晨大声朗读。当您这样做时，你会发现愤怒和焦虑会消失，内心变得平静，新的视角和新的价值观也会随之而来。这将成为您迎接每一天的力量源泉。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